老夫人放心，有我们在。老夫人，展大人就在门外，谁也休想闯进来。守住封门。是。你们绝没有机会得逞。回大人，来了几十名黑衣人，分批往不同方向而去。他们的确是有备而来，目标应该是针对老夫人和陈总管。他们是要杀人灭口，让本府死无对证。快！白玉堂在此。修筑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去保护包大人，这里就交给我。走！你们还等什么？动手吧！情形如何？展大人和张龙赵虎保护老夫人，白玉堂在府衙门口挡住刺客。你为何不带人前去助一臂之力？白玉堂担心刺客调虎离山，对大人不利，属下已将衙役派驻在书房外。他们这是孤注一掷。你们这些拿钱办事的杀手，根本就是江湖败类。今天碰上我白玉堂，算你们倒霉。詹某不想工伤人命，你们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或许还能免于一死。娘娘受惊了。哀家还好，可是他派来的人，刺客只是受雇的杀手，并不知道是何人主使。不会错，一定是太后指使的。否则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？话虽如此，却无法证实。不过，可见太后对娘娘的身份已经不仅是怀疑，而是确认了。难道他在宫中看出了破绽？公孙先生可有看法？大人，学生以为，无论太后是如何得知娘娘的真实身份，派人拦路截杀陈公公于前，又潜进府衙行刺在后，再显示太后不择手段的意图，就是阻止大人揭发狸猫换太子的旧案。不错，倘若不尽快着手侦办，只怕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出现。正是。娘娘，府衙之中有展护卫于白玉堂，足可确保安全。明日，包拯与陈公公便去见八王爷。此案若想顺利侦办，彻底平反，非八王爷不可。
恐怕更多的阻挠会如排山倒海而来。若不是有你在，陈公公只怕已遭人毒手。只要包大人不嫌弃我再次妨碍办案就行了。包大人早知道你会有所帮助，只是你并非官府中人，不便主动相邀罢了。呵，那包大人倒还看得起我白玉堂。不过你一个活口都不留，别怪我，就算留下了活口，也问不出是谁指使。他们都是拿钱办事的杀手，既不问出钱的是谁，更不管该不该杀。哼，仗着会点武功，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。哼，这些人根本是死有余辜。毕竟还是一条性命，往后还是手下留情。哦，这有点不像江湖人的作风啊。是受包大人的影响吗？詹某曾经是闲云野鹤，仗剑江湖，快意恩仇，过得也是刀口舔血的日子。但认识包大人之后，对人命的看法已经有所不同。正如包大人所说，人命关天，这也是包大人断案判刑最在意之处。也许包大人认为人命关天，可是那指使行刺之人，恐怕就不这么想了。奴婢该死，没想到那帮杀手根本就没用。所以李妃和陈琳都好端端的活着。是，奴婢会再想法子。不必了。这几天哀家接连着梦见寇主，看来他是向哀家索命来了。或许当年哀家不应该为了争夺皇后的位置，干下那些昧着良心的事。如今报应终于来了。娘娘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不能因为李妃和陈琳的出现，或是包拯插手翻查旧案，就把这来之不易的皇后宝座轻易放弃呀。不放弃行吗？当然行啊，娘娘，你可别忘了，还有皇上啊。皇上啊，皇上对娘娘像亲生母亲一样孝敬。别说是李妃、陈琳，就算是寇州死而复生，只要娘娘您和奴婢矢口否认，那皇上相信呢，毕竟还是娘娘啊。当年将李娘娘诈死，逃出宫去之事，瞒住王爷，实乃情非得已，还请王爷恕罪呀。本王又岂会料得到，其中竟会有如此的曲折。那秦凤与于中的义举，着实令人敬佩，却又令人扼腕。若非如此，又怎能保住娘娘的性命？他人求人得人，换得的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不错，那刘太后与郭槐，至今有以为天衣无缝，可以只手遮天，哼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李妃尚在人间。不，他们不但知道，而且昨夜还派人前往府衙，企图行刺娘娘与奴婢呀。什么？
幸亏展护卫与白玉堂均在，娘娘安然无恙。真是岂有此理！他们竟然想杀人灭口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好，本王立刻进宫，向皇上说明一切。王爷请慢。包大人，你前番要本王忍耐，等陈公公进京之后再去灭圣。如今真相已明，又何须等待？王爷，并非包拯要等，而是必须先与王爷商定对策。哼，事实俱在，只要向皇上禀明一切，又何须对策？王爷，皇上始终自认是王爷亲生，若是直言相告，皇上又将情何以堪？包拯还是循序渐进，婉转秉承，较为妥当。不错，如果要他立刻接受，的确也太残酷了一些。此外，皇上仁厚孝敬，对刘太后敬之若母，如今却在一夕之间，太后竟成戕害生母的罪魁元凶。面对如此局面，皇上势必难以承受，无法释怀。陈琳，奴婢在。皇上自幼进宫，便由你陪伴成长。依你之见，皇上将会如何呀？回王爷，生育之恩与养育之情，对皇上同等重要。奴婢认为，除非是刘太后坦诚罪状，否则皇上是绝不会忍心降罪的。要他认罪，谈何容易？王爷，若要拿郭槐认罪，却并非不可能。包大人是要从郭槐身上着手？正是。那郭槐做贼心虚，定然不肯由包大人传唤审讯。刘太后心知肚明，也绝不会放人。包大人又如何能让那郭槐认罪呢？包拯倒有意见，只是必须陈公公协助才行。包大人，有用得到陈琳之处，尽管吩咐。若用此计，陈公公先得进宫面圣。亚父，坐。亚父，你是何时回京的？回皇上，奴婢昨日才进京。自从亚父告老还乡，朕总是不习惯，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。奴婢也是每日记挂着皇上啊。亚父回京是来看朕的？除了向皇上请安之外，奴婢也是受人之托。哦，有人托亚父回京办事？奴婢是受人之托，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告状的。告状？包拯可曾受理？包大人虽然受理，可确有爱难之处啊。哦，包拯一向公而忘私，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他也觉得爱难？奴婢家乡有一对老夫妇，他们的女儿寇珠自幼进宫，充任宫娥。20年前无端于宫中亡故，老夫妇哀痛莫名，领回遗体，却未获宫中抚恤补偿，
如今年事已高，无力谋生，知道奴婢曾任职宫中，特央人请托，奴婢碍于情面，只得应允呐。既然是20年前的旧事，亚父为何当初不提出来呢？回皇上，乡野村民无知无识，既不敢告诉，又投诉无门。如今若非生活所迫，也不会旧事重提，请奴婢帮忙了。此事倒也好办，只要包拯查明属实后，行问内侍省，自可按规例补偿。包大人也是这么说，可是要查明属实，却需传唤人证，包大人就难在这儿。哦，难道内宫不肯配合？倒也不是，只是当年寇主隶属金华宫，如今郭公公已随太后娘娘转任至仁寿宫，总管后宫。包大人担心郭槐不会为如此琐事前往开封府应讯。嘿，包拯何时变得如此诸多顾虑？宫人家属既有需要，郭槐理当协助调查，去一趟府衙又如何？只恐太后那边……母后一向讲理，要不朕命人前去通知郭槐，要他依包拯传唤前往府衙如何？谢皇上。亚父回京住宿何处？要不还是回宫里住吧，这样朕也可与亚父多做亲近。回皇上，奴婢既然受托前来告状，还是住开封府较为方便。一旦了结此案，立刻进宫服侍皇上。好，朕就等你入宫。奴婢遵旨。大人妙计，皇上下旨，郭槐他不敢不来。他要是来了，咱家倒要听听，他还能有什么说辞？郭槐虽然不敢不来，本府也的确会将狸猫换太子一案提出审讯。但若郭槐矢口否认，却也不能就此定谳，仍需设法取得他的供状。包大人有把握让他招供吗？如今言之过早，还待静观其变。要你去开封府应讯，皇上怎会下这样的旨意？都是那陈林使的小计，让皇上误以为只是让奴婢去做个见证。什么见证？证明寇珠当年乃是在宫中身亡。寇珠，娘娘放心，那陈林只是假借寇珠家属请求抚恤补偿之名，奴婢就成全他，交内侍省拨点银两就可以结案了。难道包拯不会利用此案牵扯出当年旧案吗？娘娘请放心，奴婢自有办法让他包拯白费心机。不，包拯人称青天有名的断案如神，你不能去冒险。哀家去见皇上，请他收回成命，免除你去开封府应讯。娘娘不可。有何不可？奴婢若是不去，那岂不显得心虚？包拯势必就会借机大做文章，借题发挥，甚至在皇上面前扯出旧案来，你反倒顺了他们的心意啊！倘若你去了，难保不会陷入包拯问案技巧，落入圈套的。娘娘，奴婢自会掌握分寸。一旦包拯提及狸猫换太子一事，奴婢就会矢口否认，任他包拯如何断案如神，也难从奴婢口中套出半句话。倘若他对你用心，
受刑不过，你必定还是会招供。娘娘，包拯他一向以清官自诩，而不耻于动辄滥用3目之刑的酷吏。奴婢相信他不会动刑的。若是他一反常态，真的用刑，你又当如何？他若是严刑逼供，奴婢事后也会翻供，依旧让他白忙一场。哀家还是难以安心。娘娘，奴婢去开封府应讯用不了多长时间。倘若娘娘还不能安心的话，这入夜之后，奴婢若是还没回宫，娘娘再去向包拯要人也不迟啊。好吧，你自己要当心。谢娘娘关心。既然是非去不可，就别让包拯小觑了你。带着后宫的卫队同去，也好壮壮声势。是。少时郭淮必是有备而来，要想从他口中取得供词，绝非易事。不知公孙先生有何看法？若非皇上下旨，郭淮必不肯前来。错过了这次机会，若想再传他，恐怕难上加难。若依学生之见，有在必要之时，大人不妨考虑用刑。不，用刑逼供乃是下之策，即便因此取得供证，也难以服人。再者，用刑腐烂，往往造成冤案。开封府乃是京畿要地，又岂可助长此风？大人，请恕学生直言。所谓通权达变，面对如郭淮之辈，如此重大之案，若不用刑，恐怕无法让他俯首认罪，令案情真相大白。正因为郭淮并非一般的刁民恶吏，李茂换太子一案更非一般刑案，所以更要谨慎，稍有不慎，必生争议，轻则难以平反，重则动摇国本。公孙先生，你我必须绞尽脑汁，另谋良策，让那郭淮伏法认罪，而不能依仗3目之刑受人口实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大人，包大人传召，有何吩咐？本府今日有一重大案件待审，审得轻，则可平反一桩冤案；若审不清，恐连本府都将遭到牵连，难以幸免。故而，急需您2人鼎力相助。白玉堂本非官府中人，本府不便透露案情。包大人不必顾忌，白玉堂不需要明白案情，大人只需要交代我干什么即可。好，老夫人的安危就由你来负责，若有其他需要，再知会于我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大人，属下要做什么？郭淮此来，若不能让他俯首认罪，将永无第2次机会。因而，一旦郭淮进府，本府必将问个水落石出，否则不会让他出府。属下明白。展护卫还要确保，在审讯期间，不能有任何外人入府干扰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保证将开封府变成铜墙铁壁，滴水不漏。
站住！来者何人？咱家是后宫的郭总管，他们是后宫的卫队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请稍后，等待通报。岂有此理！咱家是奉圣旨而来，岂能在这里等什么通告？郭总管，久违了。展会。展会。郭总管奉旨而来，怎可怠慢？是，郭公公，请。慢着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是后宫的卫队。包大人可曾传讯他们？他们是咱家的随行卫队。詹某明白了，原来公公奉旨而来，乃是传宣皇上旨意的。不，咱家是奉旨前来包大人的公堂应讯的。既是前来应讯，依府中规定，不得有闲杂人等随行，还请郭公公包涵。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公公吧。展护卫，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衙门也有衙门的规矩。若是郭总管无人随行就不入府，詹某也不敢强人所难。请回吧。咱家既然来了，岂有回宫之理？你们退下吧。是。郭总管，请。不敢。展会。郭公公亲临开封府，协助本府审案，在此谢过。好说，包大人既然用得着咱家，咱家怎能不来啊？只是如何？陈公公为了一点小事就惊动圣上下旨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郭公公言重了，咱家只是向皇上请安了。皇上问起为何进京，咱家岂敢隐瞒？至于皇上是否下旨，郭公公是否愿来，那就与咱家无关了。你明知咱家若是不来，就是有抗旨之罪，又何必故作姿态呀？如今郭公公既然来了，又何必多做计较？再者，既是昔日宫人家属来告，郭公公于情于理都该施以援手，助其脱困。不知郭公公以为然否？那是当然，咱家就是为此而来呀。本来就不该惊动皇上下旨啊。那好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相关事政可曾齐备？回大人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待大人升堂了。且慢，郭公公可有见教？包大人，虽然是20年前的旧案，大家也会证明确有其事。只要开封府行文内侍省，咱家要他们拨款抚恤慰问家属，即可结案。包大人就无需再升堂审讯了。郭公公此言差矣。凡事没有规矩，何以定方圆？若不经过堂训，如何立案？如何成案？又如何结案？本府向来依法行事，又岂能私相授受，草草结案？这
少时，公堂之上自有堂规，被厘清案情，恐有失礼得罪之处，还请2位公公不要见怪。包大人，公堂之上所言皆是公事，咱家自然绝无异议。咱家既然是应讯前来，那当然是应该由包大人说了算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，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乃是20多年前宫中一桩旧案，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受苦主家属委托，是为原告。后宫太监总管郭槐列为被告。包大人，咱家是前来应讯作证的，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？苦主寇珠当年身亡之时，任金华宫承御之职，当时你乃是金华宫总管，自当列为被告。包大人，原告未必有理，被告未必有罪，你又何必担心？公堂之上，一问一答都有记录。2位既是原告、被告身份，本府不用官称，而直呼其名，还请担待。陈琳，包大人，你状告何事？仔细说来。多年前，金华宫承御寇珠无端身亡，金华宫却未依公例慰问家属，发放恤金。如今寇珠父母年迈贫苦，难以为生，委托咱家状告金华宫，请求补发恤金。郭槐，包大人，你可有说辞？包大人，当年寇承御乃是自尽身亡，因此未予抚恤。如今家属状告咱家，也不起于刁难，退堂之后立即补办补发就是。当年那寇珠是因何自尽？包大人，这已是20年前的旧事，又何须再提？如今咱家已经答应立即补发恤金，包大人即可结案，就不必再细问了。不，恤金虽是由后宫发放，却也是民脂民膏，朝廷公堂，当发就发，不当发又岂可胡乱发放？若是不能问明缘由，本府又如何结案？包大人啊，郭槐，那寇珠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尽身亡？包大人啊，这些陈年旧事，咱家本不想再重提。既然包大人执意要问，咱家
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。当年寇珠不耐宫中寂寞，思念家人，竟然逃出宫去，却被抓了回来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后宫戒备森严，你当真就以为能逃得出去吗？啊！现在倒好，被抓了回来，你让咱家怎么办呢？公公，寇珠实在是太思念家人了，请公公大发慈悲，让寇珠回去吧。唉，宫门深似海，入得出不得。不到年迈退休，谁也休想离开，就连咱家也不例外。咱家就是想帮你，也帮不上啊。寇珠实在是不能再待在宫中了，否则一定会发疯的，请公公成全。寇珠啊，咱家实在是爱莫能助啊，你就尽量忍耐些吧。这2天，咱家也不怕你差事，你好好休息啊。这一回逃宫之罪，咱家也不再追究，你要好自为之啊。公公，寇珠已经不能再忍了。公公如果不帮我离开，你打算如何？我就不活了。哎呀，寇珠啊！可怜呐，一条年轻轻的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。唉，咱家实在是不想再提呀。郭槐，你简直是信口雌黄！陈琳，本府问案，不得任意开口。郭槐，倘若你所言属实，为何本府派人遍查当年进宫门卫日志，却并无寇珠潜逃出宫被捕纠办的记载？包大人查了门卫日志，本府审案之前当然要查。回本府问话。当时咱家唯恐坏了金华宫的声誉，刘妃娘娘，也就是当今太后一向最重宫誉，咱家是怕被责罚，所以要求门卫隐瞒不报。哦，是吗？倘若包大人因此而追究咱家失职，咱家坦诚不讳，只是该由内侍省惩处，这开封府似乎就无权干涉吧。不错，本府的确无权干涉。然而，那寇珠身亡之后，遗骸却必须送出宫去，交开封府验尸定验。本府指司开封府府尹，恰恰有权干涉。公孙先生。是。历年来，开封府文书案卷均有归档移交。经查，金华宫承玉寇珠，乃是因为头骨遭撞击破裂，流血致死。那的确是他自己撞的。郭槐，目前并无人认为寇珠是他杀，你又何必急于解释？是咱家多言了，包大人勿怪。公孙先生说下去。是。验尸单上明白记载，尸身上有多处外伤，疑似遭皮鞭抽击所致。显见，死者在生前曾遭人施以鞭刑。哦，包大人，这寇珠身上为何出现鞭痕，咱家实在不知啊。或许是旧伤痕招仵作误判所致啊。就你适才所述，当年你非但未曾责罚寇珠，
甚至对他安慰有加，更遑论对他用刑了。的确如此，包大人明鉴。启禀大人，诗单上还另有记载。说。是。从血渍的情形以及伤口来研判，仵作断定，鞭伤与头骨破裂致死，但是同一时间造成。不可能！郭槐，本府倒要听听你作何解释。包大人，咱家的确没有对他用刑，或许是仵作验错了。你或许不知官府中的规矩，本府不妨告知于你：仵作验尸程序周密，除仵作本人，还需有相关衙差从旁见证，签押为凭。入殓之前，更有他人复验，一切无误之后，方可结案。其所以如此繁复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人命关天。有仵作验错，本府却可断言，在京畿重镇的开封府，几乎全无可能。包大人，适才，你为何要言谎？你为何要对寇珠施以酷刑？他可是受刑不过，宁可求死。你又为何要以酷刑将他逼死？凡此种种，原因究竟何在？你若不将当年情形照实说来，休怪本府不讲情面，依法论罪。包大人啊，这事隔20多年，咱家实在是记不清了。可是咱家的确没有说谎啊。当年寇珠是因思念家人，潜逃出宫，咱家何必对他用刑，更何必逼他自尽呢？哼，那寇珠究竟是自尽，亦或是遭人杀害，尚未可知。你如何证明寇珠是思念家人而宁可自尽？包大人若是如此说，那么咱家也想反问包大人，如何证明寇珠他不是思念家人呢？很简单，当年那寇珠入宫之前，根本是个孤儿，何来家人思念？哼！本府诈称寇珠家属为抚恤赔偿上告而将你迎来。本府真正要审要查的是，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，置他于死？你竟然设计咱家！咱家立即回宫，请太后娘娘做主。站住！今日你来得去，去不得。包大人，难道你想把咱家强行扣住？即便如此，又有何不可？哼！包大人，你可别忘了，咱家可是后宫的总管，要动咱家，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。郭槐，若你以为搬出太后就可让本府却步，那就大错而特错。如今你乃是本府审理侦办的杀人凶犯，本府依法将你扣押，便是在皇上面前，本府也毫不退缩。你还想心存侥幸不成？包拯，你来人呐！在。将那嫌犯郭槐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本府再审。是。
郭淮郭总管应包大人之邀，留在府衙继续聆讯。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包大人，为何不继续审下去啊？郭淮在应答之间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关于寇珠自尽身亡一事，更是早已设下说辞，可见此人刁钻沉稳，兼而有之。若是逼问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必定无功而返。大人将他以杀人嫌犯关押在大牢之后，采用的乃是攻心之策。一旦他身陷困境，或有可能慌乱失措，从而突破其心防，促其认罪。哦，此举能有效吗？当然有，然而却要请陈公公辛苦一趟。包大人要咱家做什么？本府要请陈公公去大牢探监。公公请。嫌犯就关在这儿。你们先出去，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。是。走吧。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？哼！你不要得意的太早，迟早，保证他得放我出去。到时候你再看看，到那时是谁在得意。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。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？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。寇珠分明是撞柱自尽，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？如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，谁又会相信你？呀，陈琳呐，陈琳，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。此话怎讲？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，把我骗了。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，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儿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？哼！你想我会开口吗？啊？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？哼！彼此心照不宣，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把话说明白。当年狸猫换太子，逼死寇珠，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，点点滴滴，包大人都已查明。你若不据实供认，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。哼！只要我矢口否认，他又能奈我如何呀？嗯，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，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。哼！一旦太后插手，向他要人，他敢不给吗？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，包大人就把你作为害死寇珠的凶手予以处斩，又当如何？陈琳，看来你对包拯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呀！啊？
一个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包大人，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形之下将我处决啊？你，这就叫做君子可以妻之有方啊！啊！不坏！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你的所作所为，终有一天会遭天谴。30年来，你扪心自问，可曾高枕无忧？午夜梦回之际，你难道能问心无愧？那些因你而惨死的冤魂，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。引火自焚的那个冷宫总管秦凤，为李娘娘替死瞒过你验尸的于忠，还有那忠肝义胆、舍身全意的寇珠，无时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。纵使你躲过杨氏的惩治，却难逃阴间的制裁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！寇珠、秦凤，还有那个什么于忠，都不是我杀的，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。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或许如你所说，包大人不会将你处死，但是却会将你关押在此，直到你认罪。或许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，那些冤魂就会来找你索命。保证他关不了我多久。只要入夜之后我还没有回宫，太后娘娘就会降旨要人的。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回来，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他竟然料到本府在无凭无据之下，不会将他处决。大人，倘若他有如此想法，恐怕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。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。不过，郭淮虽刁钻狡猾，却深信鬼神之说。咱家提及寇珠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，似乎他颇为在意。或许，这正是治他之法。鬼魂之说，乃是愚夫迷信所致。那郭淮怎会相信若此呢？大人，举凡心胸坦荡、行为端正之人，纵使信那鬼神之说也无妨。诚如圣人所云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反之，若是心术不正、伤天害理之辈，自然就会心生畏惧了。包大人，郭淮所言，他入夜未返，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，这不得不防啊。公公无需担心，本府已有万全准备。哦，包大人已经将郭淮关押在开封府大牢了。正是。好，以包大人断案之能，那郭淮，不招也难。回王爷，大人却担心不能顺利审讯。这却为何？入夜之后，郭淮若未回宫，太后将会降旨进府，要求放人。 ，
如此一来，岂非前功尽弃了吗？孤儿大人命展昭前来，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。包大人要本王去？大人说，若要对抗太后遗旨，非八王爷亲临不可。好，本王明白了。顾公公，请用点酒菜。哦，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酒菜给犯人？不，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，一直没有机会升迁，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，还请公公多多提拔。那是了，天黑以后，咱家自然会出去。哎，我说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天黑没多久。公公，请。哎呀，公公，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？公公，好，咱家记得你了。等咱家出去之后，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公公，谢谢公公，请。娘娘。来人呐！娘娘，起来吧。是。郭总管回宫了吗？回娘娘，还没有。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？都回来了，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。这包拯他真敢！去开封府传哀家的懿旨，要他们立刻放人。遵旨。要人的，奴婢啊，是奉太后懿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。本王在此做主，将郭槐留下，一切回宫去吧。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！大胆！奴才竟然顶撞本王！奴婢不敢，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，无法向太后交旨啊。好，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。展护卫，
先皇御赐金简在此，所到之处，犹如先皇亲临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本王在此，待先皇降诏。郭淮留在开封府听审，不得阻挠。奴婢遵旨。若非王爷亲临，请出御赐金简，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淮释回。包大人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。包拯不敢。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，甚至会惊动皇上。嗨，不妨事。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，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淮的供状。多谢王爷。不，这是朝廷的大事，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。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事外呢？启禀大人，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。好，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。包拯这便就取那郭淮的供状。包大人打算？王爷，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淮。夜审？不错，立刻随我们去公堂。哼，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，所以才急着夜审。你别做梦了，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，你没指望了。那为什么要夜审啊？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？包大人日审阳，夜断阴。哼，那是市井传说。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？哼，那当然，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。废话少说，快走吧。快走！郭淮，20年前，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，埋通产婆尤氏，以狸猫换取太子，大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，指使程昱寇诛，掐死太子，埋藏金水桥下，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。凡此种种，你可承认？包大人，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我凭什么承认呢？住口！那寇诛良心未泯，不肯与你沆瀣一气，同流合污，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，你却对他施以酷刑，追问太子下落。寇诛凹刑不过，处处身亡，难道你也不知情？哼，包大人啊，所谓人死无凭证，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，但是你可有人证啊？
哼，本府如今夜审于你，便是让你无法交代。本府虽无人证，却有鬼证。扣诛何在？冤魂扣诛，叩见包大人。郭淮，你可认得他？他才是寇珠！不，他不是寇珠，寇珠已经死了。他一定不是寇珠。哼，是与不是，待本府问过之后，你自会明了。寇珠，寇珠在。当年那郭淮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，又是如何对你严刑逼供，逼问太子下落？你且一一说来。是。李娘娘临盆之时，郭淮串通产婆尤氏，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，要寇珠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，带离玉成宫。郭淮要寇珠将婴儿掐死后，埋在金水桥下。寇珠见小太子纯真无邪，睡相香甜，心生不忍，于是决定违抗郭淮之命，寻人帮助。当时，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与陈琳带出宫去？是。寇珠向郭淮谎称，已听命将婴儿埋葬。郭淮没有怀疑，并未追究。郭淮，你可有话说？是，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，他才真的不是寇珠啊！陈琳是让他来作为证对啊！你且继续听下去。寇珠，既然那郭淮并未追究，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，追问小婴儿的下落？回包大人，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寇珠明知她是遭郭淮陷害，却不敢明说，更不敢透露小太子的情形。你为何不说？寇珠唯恐说出实情，小太子假死，会被郭淮发现。你说下去。寇珠只能偷入冷宫，对李娘娘言语安慰，谁知竟被郭淮得知。寇珠虽搪塞其词，郭淮却对小太子之事起了疑心。然后呢？郭淮逼问尸骸埋藏之处，寇珠只得胡乱指点。郭淮竟派人将金水桥下遍地挖掘，遍寻不着之后，便对寇珠严刑逼问。寇珠谎称慌乱之中记忆不清，郭淮不予置信，继续用刑。寇珠唯恐受刑不过，说出太子下落，只得撞柱身亡，以死明志，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是实。这些个事情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你抽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，我撞柱身亡的血迹未干。你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殿柱，却洗不尽你心中的梦魇。如今，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阴司之便，向你索命，已经有20多年的心头之恨。郭淮，还我命来！还我命来！郭淮，包大人啊！寇珠，
将没入，人归殊途，你不可接近生人。包大人，寇珠要将郭淮带到阴间，交由阎王处置。不，那郭淮既在人世，就该由阳间的律法制裁。郭淮，包大人，你可别让他过来呀！啊！适才寇珠所言，你可认罪？认，我承认啊！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娘娘的主意啊！是否如此？本府自会追查。既然你已认罪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是。我画呀！来人呐！在。将郭淮还押大牢，听候宣判。是。郭淮如此狡诈，还是难逃法网，签下了供状。惭愧，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，如今却要假借鬼神之名，让那郭淮认罪伏法。那是郭淮咎由自取，若不是他多行不义，又怎么会疑心生暗鬼呢？陈公公所言极是。倘若他光明磊落，毫不心虚，便是扣珠鬼魂当真出现，也全然无惧，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？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，她来自何处？又怎会让郭淮如此深信不疑呢？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。回王爷，学生是由京城幽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，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，为她稍作易容装扮，并以假血涂面。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淮认不出来呢？学生事先安排，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淮。大人夜审之时，郭淮已有5分酒意。同时，学生并令牢头宣称，大人有日审阳、夜断阴之能。再加上公堂之上昏暗不明，那郭淮心中忐忑之际，自是无法辨认。话虽如此，一旦言语交锋，旧事重提，那女子又如何应付？王爷，那就非奴婢不可了。哦，你也参与其中？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，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，让那女子学习。郭淮又岂能分辨呢？若不如此，郭淮不会轻易落入圈套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，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。如今有了郭淮的供证，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。王爷不急着进宫，倘若包拯所料不差，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召。母后，
皇上来了。母后夜半不眠，命人召儿臣来，是为了……其实也没什么。哀家睡不着，想看看你。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？母后何不服用？八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？母后，您可是心中有事啊？哀家只是在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。来，你坐下来说。是。哀家14岁，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，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，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。直到被先皇宠幸，身为贵妃，才见到了天日。后宫佳丽3000，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！不仅如此，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，彼此勾心斗角，貌合神离。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，相互扶持，可是他却被打入了冷宫。母后说的，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？你知道她？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。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？记得。母后，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？在后宫，一旦失宠，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。母后说的不错，所以儿臣才要郭槐废除冷宫，重修宫院。无论如何，母后要比他幸运的多了。不错，陈皇后去世之后，母以子贵，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。可是太子却在6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。母后不要难过，母后虽经丧子之痛，可是还有儿臣孝敬。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，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。可是哀家毕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，哀家最担心的是，倘若有一天，哀家与嫡娘娘之间有了无法化解的冲突，皇上会如何？母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哀家只是打个比方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如何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，左右为难。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。不，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。有皇上这句话，哀家心里也就舒坦多了，至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胡思乱想。郭槐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母后？不提也罢。怎么？他还在开封府接受包大人的审讯呢。包拯怎么会留他到半夜？可曾派人去询问？没有用的。
连哀家下旨要开封府放人，都被打了回来。什么？包拯竟敢抗旨？倒不是包大人抗旨，而是八王爷。父王？父王去开封府干嘛？八王爷不但在开封府，而且以先皇御赐金简挡回了哀家的旨意。皇上派人前来下旨，要大人连夜进宫。果不其然，展护卫，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。回王爷，正是。当回太后懿旨，留下郭槐的是本王。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？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，召包拯进宫，皇上才好问明实情。王爷，包拯此去，会将此案实情禀奏皇上，不知王爷是否同意？也罢，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。好吧，本王立刻回府，若有需要，本王立刻进宫。多谢王爷。什么？郭槐招供了？是。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，娘娘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。好，好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宝卿，臣在。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？臣奉旨连夜进宫，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明。娘娘，请等候包拯。哀家就等你回来。娘娘今夜尚未诊治，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。好，好。娘娘小心。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，亲眼看见皇上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郭槐去开封府只是作证，你为何不让他回宫？回皇上，郭槐设计一桩重大阴谋，犯下重大刑案，臣乃是依法关押。哼，岂有此理！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，太后遗旨既已下达开封府，你怎敢抗旨不遵，拒不放人？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。皇上可知，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，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。先皇御赐金简，更从未请出动用。朕当然知道，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，绝非一般刑案。更何况，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。什么？与父王有关？郭槐所涉之案，关乎后宫争斗、皇室秘辛，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，包拯不敢放人。竟有此事！郭槐供状在此，请皇上谕览。
我看见了。想必你就是公孙先生。学生正是公孙策。就是展护卫。恭喜娘娘双目复明。公孙先生的医术，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！不敢当娘娘谬赞。娘娘双目出狱，还请尽早安歇吧。不，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。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。保长，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？回皇上，千真万确。那郭淮所作所为，正与太后有关。臣敢请皇上屏退左右。你们都退下。遵旨。你说。回皇上，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太后便是主谋。放肆！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！臣据实禀奏，绝无半句虚假。当年太后与丽仪贵妃同怀龙种，先皇许诺，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。为图大位，太后方才出此下策。否则，那郭淮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，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、惊天动地之案？那金华宫程昱寇诛，因此状铸自尽了。正是。郭淮当堂画押，坦诚罪状，此案已成定案。然而，在这供状之中，并未提及寇诛他舍命救出的婴儿，下落何方啊？回皇上，寇诛将婴儿交给了陈琳陈公公，藏在宫盒之内，夹带出了后宫。然后呢？这……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？不，婴儿安然无恙，被送进了南清宫八王爷府。什么？那如今婴儿安在？八王爷以皇子之名，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。且慢，算起来，那婴儿与朕同庚，朕只有长兄，并无幼弟。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？臣斗胆，那浴血重生的婴儿，正是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当年八王妃婷娘也同时有孕在身，却不幸早产夭亡，而且未及呈报。八王爷深知此案兹事体大，为掩人耳目，才假称皇上是嫡娘娘所生。
分明是父王亲自选入宫中，列为太子的。包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不可胡言乱语。臣绝不敢胡言。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，皇上可宣召王爷进宫，当面询问。如此说来，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，竟然是朕的生母。正是玉成宫丽贵妃。她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。不，是先皇下旨赐死。她已被打入冷宫，为何还要将她赐死？当年，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，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。自此，娘娘夜夜焚香，为皇上祈福。谁知，却被郭槐得知，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。诬告什么？诬告李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，先皇大为震怒，于是下旨赐死。啊，你是说，她是因太后而死？皇上，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然而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李娘娘必死，而却未死。此话怎讲？